离婚协议书已经签好了，房子归你，存款我一分不要。林秀芝平静地说，嘴角甚至挂着一丝微笑。蒋宇豪愣住了，他原以为妻子会哭闹，会纠缠，会像过去12年里任何一次争吵那样最终妥协，可他却出奇的平静，甚至带着一种他从未见过的释然。你真的不再考虑？蒋宇豪问，声音里藏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没察觉的动摇。林秀芝摇摇头，目光越过他的肩膀，望向远处。12年了，我照顾你瘫痪的父亲，忍受你的冷漠，承受你家人的白眼。如今你爱上了别人，我成了你的负担，不是吗？蒋宇豪张了张嘴，却无言以对。走吧，去领离婚证。林秀芝转身走向民政局大门，背影挺拔如松。蒋宇豪跟上去，心里却莫名涌起一阵不安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当天下午，一个尘封多年的秘密将彻底改变他的人生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12年前的春天，林秀芝嫁入蒋家时，满怀憧憬。蒋家在县城算得上殷实人家，开着一家不大不小的建材店。蒋宇豪是独子，相貌堂堂，在县城一家银行工作，前途一片光明。林秀芝出身农村，能嫁给蒋宇豪，在亲友眼中是高攀了。婚礼当天，林秀芝穿着白纱裙，挽着蒋宇豪的手臂，笑靥如花。她的父母早逝，是舅舅将她抚养长大。舅舅看着外甥女出嫁，眼角湿润。秀芝，好好过日子。林秀芝点点头，心中暗暗发誓要好好珍惜这段姻缘。婚后第3个月，变故突然降临。一个雨夜，蒋父蒋国强外出应酬回来，在楼梯上滑倒，造成高位截瘫，一家人顿时陷入慌乱。蒋母王秀兰整日以泪洗面，医生说爸爸这种情况需要长期护理。蒋宇豪愁眉不展地对林秀芝说。林秀芝握住丈夫的手，别担心，我来照顾爸爸。蒋宇豪惊讶地看着妻子，你确定吗？这可不是短时间的事。林秀芝坚定地点头，我是这个家的一员，照顾爸爸是我应该做的。就这样，新婚不久的林秀芝承担起了照顾瘫痪公公的重任。每天早晨5点起床，为公公翻身、擦洗、喂药、做饭，忙得脚不沾地。蒋父脾气本就不好，生病后更是暴躁，动辄对林秀芝呵斥：水太烫了，你是想烫死我吗？蒋父常常这样吼道。林秀芝只是默默调整水温，从不顶嘴。一天晚上，蒋宇豪下班回来，看见林秀芝正在给父亲按摩腿部。你今天回来的早。林秀芝抬头，露出一个疲惫的微笑。蒋宇豪走过去，轻轻抚摸妻子的头发，辛苦你了。林秀芝摇摇头，不辛苦，爸爸是我们的亲人。蒋母王秀兰端着一碗汤走进来，看到这一幕，冷哼一声：秀芝，你是我儿媳妇，照顾公公是应该的，别总一副委屈样。林秀芝赶紧起身：妈，我没有觉得委屈。蒋宇豪皱眉：妈，秀芝已经很辛苦了。王秀兰不悦地看了儿子一眼：你爸这样，全家人都不容易。秀芝嫁进来就是我们蒋家的人，照顾老人是她的责任。林秀芝拉了拉丈夫的衣角，示意他不要和母亲争执。蒋宇豪叹了口气，不再说话。夜深人静时，林秀芝躺在床上，听着丈夫均匀的呼吸声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她知道这样的日子才刚刚开始，但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丈夫，她愿意坚持下去。窗外，
月光如水，洒在她疲惫的脸上，勾勒出一个年轻女子坚韧的侧影。岁月如流，转眼间，林秀芝照顾瘫痪的公公已经3年。这3年里，她的身影始终穿梭在蒋家的每个角落，清晨为公公擦身，中午喂饭，下午按摩防褥疮，晚上守在床边，随时应对突发状况。她的手因长期浸泡在消毒水中变得粗糙，曾经白皙的脸庞也添了几分倦容。秀芝，你看这个褥疮护理店怎么样？我在网上查了很久才找到的。蒋宇豪某个周末拿着平板电脑走到妻子身边，林秀芝正在给公公翻身，闻言抬头看了一眼，挺好的，买吧，能减轻爸爸的痛苦。蒋宇豪点点头，犹豫片刻后说，最近工作忙，很少帮你分担家务，你别太累了。林秀芝笑了笑，我知道你工作压力大，别担心我。这样的对话在前3年还算频繁。蒋宇豪虽然忙于工作，但总会关心妻子的辛劳。然而，随着时间推移，他的关心逐渐变得稀少，仿佛照顾父亲完全是林秀芝分内的事。第5年，变化开始悄然发生。蒋宇豪在银行升职为部门经理，工作更加繁忙，常常加班到深夜。林秀芝理解丈夫的不易，从不抱怨，依旧默默支撑着这个家。一个周末的清晨，林秀芝正在厨房准备早餐，蒋宇豪接了个电话，匆匆说道，单位有急事，我得去一趟。林秀芝擦了擦手，那早餐呢？你先吃吧，别等我了。蒋宇豪说完，拿起外套就出了门。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，蒋宇豪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，与林秀芝的交流也越来越少。林秀芝感到一丝不安，但她告诉自己，丈夫是为了这个家在努力工作。第7年，蒋父的病情加重，需要更加精心的照料。林秀芝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公公身边。一天深夜，蒋父突然呼吸困难，林秀芝慌忙拨打了急救电话。宇豪，爸爸情况不好，我已经叫了救护车。林秀芝颤抖着给丈夫打电话，电话那头传来嘈杂的背景音，我在应酬，马上回来。救护车很快到达，林秀芝一个人陪着公公去了医院，整整1夜，她在医院走廊上来回踱步，焦急等待医生的消息。直到凌晨3点，蒋宇豪才匆匆赶到，身上带着淡淡的酒气。爸爸怎么样了？他问道。林秀芝疲惫地摇摇头，医生说暂时稳定了，但需要住院观察。蒋宇豪松了口气，拍了拍妻子的肩膀，辛苦你了。这简单的4个字曾经让林秀芝感到温暖，如今却只剩下客套。她注意到丈夫衬衫领口的一抹口红印，心头一震，但最终选择了沉默。回家的路上，车内一片寂静，林秀芝望着窗外飞逝的街景，心中的疑问如鲠在喉，却始终没有问出口。她不知道的是，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，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。第8年，蒋家的气氛越发微妙。林秀芝发现蒋宇豪的手机总是设置静音，时不时收到深夜短信，而她看到信息后，脸上会浮现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。一个周末的下午，林秀芝正在给公公按摩，蒋宇豪的手机在茶几上震动。林秀芝瞥了一眼，屏幕上显示萧雅琴3个字。宇豪，你的电话。林秀芝喊道。蒋宇豪从书房快步走出，看到手机屏幕，脸色微变，抓起手机走到阳台接听。虽然声音压得很低，但林秀芝还是听到了几句今晚
不方便，明天见之类的只言片语。晚饭时，林秀芝问道：“萧雅琴是谁？”蒋宇豪筷子一顿：“银行新来的客户经理，有些业务上的事情要问我。”林秀芝点点头，没有再追问，但心中的不安却如暗流涌动。第二天，林秀芝趁着去超市买东西，特意绕到蒋宇豪工作的银行。远远的，她看到丈夫正和一位身材窈窕、打扮精致的女子站在银行门口交谈，两人不时相视而笑，那种亲密感让林秀芝心如刀割。那一定就是萧雅琴了，林秀芝想。回家后，林秀芝什么也没说，依旧照常照顾公公，做饭、打扫。她告诉自己，也许只是工作关系，不要多想。然而，蒋宇豪的晚归越来越频繁，借口也越来越牵强，有时甚至整晚不回家，声称出差或加班。第9年，蒋父的病情有所好转，能够简单的用轮椅活动。林秀芝每天推着公公在小区里晒太阳，成为小区里一道熟悉的风景。儿媳妇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蒋父有一天突然说道，声音哽咽。林秀芝愣了一下，笑着说：“爸，您是家人，照顾您是我应该做的。”蒋父摇摇头：“我知道我脾气不好，常常对你发火，你却从不计较。宇豪能娶到你，是他的福气。”林秀芝眼眶湿润，这是公公第一次对她表达感谢。只是蒋父欲言又止。“爸，你想说什么？”林秀芝问道。蒋父叹了口气：“没什么，老了，就爱胡思乱想。”林秀芝没有追问，但她感觉公公似乎知道些什么。那天晚上，蒋宇豪又没回家，林秀芝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终于下定决心要问个清楚。第二天一早，蒋宇豪回来换衣服时，林秀芝直接问道：“宇豪，你和萧雅琴是什么关系？”蒋宇豪明显一震，随即恢复平静：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知道的。”林秀芝平静地说：“你们是不是？”“够了！”蒋宇豪突然提高了声音：“我工作这么辛苦，回家还要被你质问。”林秀芝被他的反应镇住了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“我只是想知道真相。”蒋宇豪深吸一口气：“秀芝，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，你一直在照顾我父亲，我很感激。但人是会变的，感情也是会变的。”林秀芝心如刀绞：“所以你真的和他？”蒋宇豪没有直接回答，只是说：“我最近压力很大，不想讨论这个问题。”说完，他拿起公文包离开了家。林秀芝站在原地，泪水终于夺眶而出。她突然明白，自己守护了9年的婚姻正在悄然瓦解。第10年，林秀芝的婚姻危机公开化，蒋宇豪开始频繁带萧雅琴出入高档餐厅和商场，似乎不再掩饰两人的关系。县城不大，认识蒋宇豪的人不少。很快，流言蜚语传到了林秀芝耳中。“听说了吗？蒋行长和新来的那个客户经理好上了，两人都不避讳，经常一起吃饭。可怜他媳妇，照顾瘫痪公公这么多年，丈夫却在外面有了人。”林秀芝每次出门都能感受到邻居们或同情或八卦的目光，但她依然保持着尊严，从不在外人面前表现出一丝脆弱。一天晚上，蒋母王秀兰找到林秀芝，欲言又止。“妈，有什么事吗？”林秀芝问道。王秀兰叹了口气：“秀芝啊，这些年你照顾你公公，我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你是个好媳妇，这点我承认。”林秀芝心中一紧，预感到接下来的话不会是什么好消息。但是王秀兰停顿了一下，
宇豪还年轻，工作上有压力，生活上也需要。妈，你想说什么？林秀芝直视着婆婆的眼睛。我听说宇豪和银行的一个女同事走得很近。王秀兰说，我不是说你不好，但男人嘛，都有7年之痒。你要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或许家里还能平平安安的。林秀芝难以置信地看着婆婆，妈，您是在让我接受宇豪在外面有人？王秀兰避开她的目光，我只是不想看到这个家散了。你想想，你公公这个情况，如果你们离婚了，他怎么办？林秀芝心如刀绞，原来在婆婆眼中，自己的价值只是一个照顾公公的工具。妈，我会和宇豪好好谈谈。林秀芝强忍泪水说道。当晚，蒋宇豪回来得很晚，林秀芝坐在客厅等他，灯光昏暗，气氛凝重。这么晚还不睡？蒋宇豪脱下外套，随手搭在沙发上。我们需要谈谈。林秀芝直入主题。蒋宇豪叹了口气，有什么好谈的？你和萧雅琴的事，全县城都知道了。林秀芝平静地说。蒋宇豪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说，秀芝，我们结婚10年了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之间还剩下什么？林秀芝心头一震，什么意思？你每天忙着照顾我父亲，我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。我知道你辛苦，但我也需要有人关心我，理解我。蒋宇豪说，所以你出轨是我的错。林秀芝声音颤抖，我没这么说。蒋宇豪摇头，但婚姻不是单方面的付出，这些年我们之间的感情早就变质了，你不觉得吗？林秀芝泪如雨下，我照顾你父亲，是因为我把这个家当成我的家，把你父亲当成我的父亲。我以为我们是一家人，原来在你眼里，我只是个保姆。蒋宇豪没有反驳，只是说，秀芝，人是会变的。我承认我对雅琴有感情，但这不是一时冲动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林秀芝问道。给我点时间，让我想清楚。蒋宇豪说完，转身进了卧室。林秀芝独自坐在客厅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10年的婚姻换来的竟是如此冰冷的对话。她突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疲惫，不仅是身体上的，更是心灵上的。窗外月光如水，照在她消瘦的脸上，勾勒出一个女人坚强却又脆弱的轮廓。第11年，蒋家的气氛越发紧张。蒋宇豪几乎不再掩饰与萧雅琴的关系，常常深夜才回家，有时甚至整晚不归。林秀芝和他之间的对话，除了必要的家务安排，几乎再无其他。然而，林秀芝依然尽心尽力照顾着公公，每天清晨为他擦身，中午准时喂药，下午推他出去晒太阳，晚上陪他看电视。他的生活仿佛只剩下了这一项任务，支撑着他不至于崩溃。蒋父似乎察觉到了儿子与儿媳之间的异常。有一天，他突然拉住林秀芝的手，秀芝，你和宇豪之间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？林秀芝勉强笑了笑，没事，爸，您别担心。蒋父摇摇头，我虽然身体不好，但眼睛还是明亮的。宇豪这孩子从小就任性，做错了事从来不肯承认，你别太委屈自己。林秀芝眼眶湿润，爸，您放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蒋父叹了口气，欲言又止，最终只是拍了拍他的手。一个周末的下午，林秀芝推着公公在小区里散步，迎面碰上了蒋宇豪和萧雅琴，两人有说有笑，亲密无间。萧雅琴挽着蒋宇豪的手臂，神情娇柔，四目相对，空气仿佛凝固。蒋宇豪明显愣了一下，随即尴尬地说，爸，秀芝，你们出来散步啊？蒋父脸色铁青，
一言不发。萧雅琴礼貌地点点头：“叔叔好，嫂子好。”林秀芝平静地看着两人，没有说话，只是推着公公绕过他们，继续往前走。秀芝，蒋宇豪在身后喊道。林秀芝没有回头，只是加快了脚步。回到家，蒋父突然说：“秀芝，你不必为了我委屈自己，如果你想离开，我完全理解。”林秀芝愣住了：“爸，您在说什么？我看得出来，宇豪对不起你。”蒋父声音哽咽：“这些年你照顾我，比亲生女儿还要好，我不能眼看着你受委屈。”林秀芝蹲下身，握住公公的手：“爸，您别多想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照顾您的。”蒋父眼中含泪：“傻孩子，你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了。”当晚，蒋宇豪回来得很晚，林秀芝坐在客厅等他。今天的事，我很抱歉。蒋宇豪开口道。林秀芝平静地问：“你爱他吗？”蒋宇豪沉默了一会儿，点了点头：“是的。”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林秀芝问。我不知道。蒋宇豪叹了口气：“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但我也不想骗你。我和雅琴在一起，感到了久违的快乐和理解。”林秀芝苦笑：“所以我们11年的婚姻，在你眼里一文不值，不是这样的。”蒋宇豪急忙说：“我感谢你这些年对我父亲的照顾，但感情这种事够了。”林秀芝打断他：“我明白了，你想离婚是吗？”蒋宇豪没有直接回答，但他的沉默已经说明了一切。林秀芝站起身：“我会考虑的，但在此之前，我希望你能尊重这个家，不要再带那个女人到处招摇。”蒋宇豪点点头：“我会注意的。”林秀芝转身上楼，留下蒋宇豪一个人站在客厅。他的步伐沉重，却异常坚定，仿佛已经做出了某种决定。第12年，蒋家的危机终于爆发。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蒋父突发脑溢血，被紧急送往医院，林秀芝一路陪同。而蒋宇豪电话无法接通，医生告诉林秀芝，蒋父情况危急，需要立即手术，但手术风险很大，家属需要签字。医生说。林秀芝颤抖着拿起笔：“我是他儿媳，我来签。”手术持续了4个小时，林秀芝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待。终于，蒋宇豪匆匆赶到：“爸怎么样了？”他气喘吁吁地问。林秀芝疲惫地说：“还在手术，情况不太好。”蒋宇豪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脸色苍白：“怎么会突然这样？”医生说是长期卧床，血管脆弱导致的。林秀芝平静地说：“你去哪了？我打了10几个电话。”蒋宇豪避开他的目光：“手机没电了。”林秀芝没有追问，他知道答案。凌晨3点，手术终于结束，医生走出来，面色凝重：“病人暂时脱离危险，但需要密切观察。这次手术后，他的身体状况会更加脆弱，需要更精心的照料。”接下来的日子，林秀芝几乎住在医院，日夜照顾蒋父。蒋宇豪偶尔来看望，但从不久留。1周后，蒋父终于清醒过来，看到守在床边的林秀芝，他虚弱地笑了笑：“秀芝，辛苦你了。”蒋父艰难地说道。林秀芝眼眶湿润：“爸，你好好养病，别说话。”蒋父摇摇头，示意林秀芝靠近。他费力地说：“秀芝，我可能时日不多了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”林秀芝握住公公的手：“爸，您别这么说，听我说。”蒋父坚持道：“这些年你照顾我，比亲生女儿还要好。我知道宇豪对不起你，我也看在眼里。我想告诉你，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”林秀芝泪如雨下：“爸，还有。”蒋父继续说，声音越来越微弱：“
我有一个秘密，一直想告诉你，但又怕影响你和宇豪。现在看来是时候了。林秀芝疑惑地看着公公。蒋父艰难地从枕头下摸出一个信封，这里面有一份文件，是我5年前就准备好的，等我走了，你打开看看。林秀芝接过信封，不解地问：爸，这是什么？蒋父没有回答，只是闭上眼睛，似乎耗尽了全部力气。当天晚上，蒋宇豪来医院看望父亲，林秀芝正在走廊上打电话。蒋宇豪独自进了病房。10分钟后，蒋宇豪走出来，脸色异常难看。怎么了？林秀芝问道。蒋宇豪深吸一口气：秀芝，我们谈谈。2人走到医院花园，夜色如墨，只有几盏路灯散发着微弱的光芒。我想和你离婚。蒋宇豪直截了当地说。尽管早有预感，林秀芝还是感到一阵心痛。为什么现在？爸爸刚做完手术。正因如此，蒋宇豪说，爸爸需要更专业的护理，我们可以请护工。你照顾他这么多年，已经尽到责任了。林秀芝冷笑。所以我的价值就是照顾你父亲，现在可以请护工了，我就可以被替换了。蒋宇豪有些尴尬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我们之间已经没有感情了，何必互相折磨？是你背叛了这段婚姻，不是我。林秀芝平静地说。蒋宇豪叹了口气。秀芝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但人是会变的，感情也是。我和雅琴在一起，找到了新的可能性，所以你要和他结婚？林秀芝问。蒋宇豪点点头。是的，她怀孕了。林秀芝突然笑了，那笑容让蒋宇豪感到一丝不安。好啊，我同意离婚，不过在此之前，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蒋宇豪警惕地问。等你父亲出院，身体稳定了，我们再办手续。林秀芝说。在此之前，我会继续照顾他。蒋宇豪松了口气。这个没问题。谢谢你的理解。林秀芝转身离开，背影在夜色中显得异常孤独。蒋宇豪望着他远去的身影，心中涌起一丝愧疚，但很快被即将获得自由的喜悦所取代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林秀芝手中握着的那个信封将彻底改变他的人生。蒋父出院后，身体状况比以前更加脆弱，需要更精心的照料。林秀芝依然尽心尽力，仿佛即将到来的离婚对她毫无影响。蒋宇豪见林秀芝如此平静，反而有些不安。一天晚上，他试探性地问道：秀芝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林秀芝正在整理药品，头也不抬地说：想好什么？离婚的事。蒋宇豪说：我以为你会哭闹，会纠缠。林秀芝抬起头，平静地看着他。宇豪，12年了，我早就不是当初那个懵懂的女孩了。你想离婚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蒋宇豪松了口气，却又莫名感到一丝失落。那财产分割，我不要任何财产。林秀芝斩钉截铁地说：房子、存款全都归你，我只带走我自己的东西。蒋宇豪愣住了。为什么？林秀芝微微一笑。因为我不需要。这个回答让蒋宇豪更加不安，但他没有再追问。1个月后，蒋父的身体状况终于稳定下来。林秀芝对蒋宇豪说：可以办离婚手续了。蒋宇豪有些意外。这么快？不是你一直在催吗？林秀芝反问。蒋宇豪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那明天去民政局。林秀芝点点头。好。当晚，林秀芝来到蒋父房间，蒋父正靠在床头看书，看到林秀芝进来，放下书，慈祥地笑了。爸，我明天要和宇豪去办离婚手续了。
林秀芝直截了当地说。蒋父叹了口气，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，你决定好了？林秀芝点点头，是的。那个信封你看了吗？蒋父问。林秀芝摇摇头，还没有。蒋父沉思片刻，说，等一切尘埃落定后再看吧。秀芝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是我最好的儿媳，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。林秀芝眼眶湿润，爸，这些年谢谢您的疼爱，离婚后我还会常来看您的。蒋父拍了拍他的手，傻孩子，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第二天一早，林秀芝和蒋宇豪来到民政局，排队填表等待，一切程序都异常顺利。当工作人员问，你们确定要离婚吗？林秀芝和蒋宇豪异口同声地说，确定。工作人员看了看两人，又低头在电脑上操作起来。半小时后，红色的离婚证放在两人面前，蒋宇豪如释重负，而林秀芝则平静如常。走出民政局，阳光刺眼的近乎残忍。再见，宇豪。林秀芝说完，转身离开，没有回头。蒋宇豪站在原地，望着前妻远去的背影，心中突然涌起一阵莫名的失落。但很快，他想到了等待自己的新生活，嘴角勾起一丝笑容。他拿出手机，拨通了萧雅琴的电话。雅琴，办好了，我们自由了。离婚当天下午，蒋宇豪回到家中，发现林秀芝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行李。你这么快就要走？蒋宇豪有些意外。林秀芝点点头，我已经联系好了住处。那爸怎么办？蒋宇豪犹豫地问。林秀芝平静地说，我已经联系了一位专业护工，明天就会来。这几天我会过来照顾爸爸，直到护工熟悉情况。蒋宇豪松了口气，谢谢你。林秀芝没有回应，只是继续整理自己的东西。蒋宇豪站在一旁，突然感到一丝不适。秀芝，这些年谢谢你对我父亲的照顾。林秀芝停下手中的动作，看了他一眼，不用谢，我是真心把他当成自己的父亲。一阵沉默后，林秀芝拿起行李，向蒋父的房间走去。我去和爸爸道别。蒋父房间里，老人正靠在床上看窗外的风景，看到林秀芝进来，他露出慈祥的笑容。办完了。林秀芝点点头，办完了，爸，我来和您道别。蒋父拍了拍床边，坐下说。林秀芝坐下，握住公公的手。爸，这些年谢谢您对我的疼爱。蒋父眼中含泪，傻孩子，是我要谢谢你，没有你，我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。爸，我会经常来看您的。林秀芝说，我已经安排了护工，明天就会来。蒋父点点头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我准备回老家一趟，看看舅舅，然后再决定。林秀芝说。蒋父从枕头下拿出一个信封，秀芝，这个给你。林秀芝接过信封，疑惑地问，这是什么？打开看看。蒋父说。林秀芝打开信封，里面是一张银行卡和一份房产证。林秀芝惊讶地看着公公，卡里有500万，是我这些年的积蓄。房子是我5年前买的，在市中心，3室2厅，已经装修好了。蒋父说，这些都是给你的。林秀芝震惊地说，爸，我不能要这些。蒋父坚定地说，你必须要，这是我的心意，也是我欠你的。这些年你照顾我，不离不弃，我无以为报。这些财产本来就应该是你的。还有，蒋父继续说，那个信封你还没看吧？现在可以打开了。林秀芝从包里拿出那个神秘的信封，颤抖着打开，
里面是一份公证书和一份医院检查报告。公证书上清楚地写着，蒋国强将自己名下的建材公司60%的股份转让给林秀芝。医院检查报告则显示，蒋宇豪患有先天性无精症，无法自然生育。林秀芝震惊地看着这些文件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蒋父叹了口气：“秀芝，我一直没告诉你和宇豪真相。宇豪从小就有这个问题，但他自己不知道。我和他妈妈一直瞒着他，希望他能正常结婚生活。没想到他竟然背叛了你，还说那个女人怀了他的孩子。”林秀芝终于明白了一切，所以那个孩子不可能是宇豪的。蒋父肯定地说：“那个女人在骗他。”林秀芝沉默了许久，最终说道：“爸，谢谢您告诉我这些，但这些股份我不能要。”蒋父坚定地说：“必须要，这是我的决定，已经公证过了，不可撤销。秀芝，你是我见过最善良、最坚强的女孩。这些年，你为这个家付出太多，是时候为自己活一活了。”林秀芝泪流满面，紧紧抱住了公公。爸，蒋父拍了拍他的背：“去吧，孩子，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”林秀芝擦干眼泪，收好文件，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他生活了12年的房间，转身离开。在门口，他遇到了蒋宇豪。聊完了，蒋宇豪问。林秀芝点点头：“我走了。”蒋宇豪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秀芝，如果你有什么困难，可以随时联系我。”林秀芝微微一笑：“谢谢，不过我想我不会有什么困难。”说完，他提起行李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个家。离婚后的第3天，蒋宇豪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：“请问是蒋宇豪先生吗？”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的男声：“是我。”“您是？”蒋宇豪疑惑地问。“我是市中心医院的李医生，您父亲蒋国强先生刚才突发脑梗，现在正在抢救。”蒋宇豪顿时慌了神：“什么？我马上过来。”挂断电话，他立刻赶往医院。在医院门口，他意外地看到了林秀芝。“你怎么在这？”蒋宇豪惊讶地问。林秀芝平静地说：“护工给我打电话，我就过来了。”两人一起进入急诊室，医生告诉他们，蒋父情况危急，需要立即手术，但风险很大，需要家属签字。医生说。蒋宇豪犹豫了一下，拿起笔签了字。手术持续了6个小时，期间蒋宇豪焦急地在走廊上来回踱步，而林秀芝则安静地坐在椅子上，神情凝重。“秀芝。”蒋宇豪突然开口：“你说爸爸会没事吗？”林秀芝看了他一眼：“医生会尽力的。”蒋宇豪坐到他身边：“这些年真的辛苦你了。”林秀芝没有回应，只是继续等待。终于，手术结束，医生走了出来。手术很成功，但病人年纪大，恢复期需要特别小心。医生说，接下来的2周是关键期。蒋宇豪松了口气：“谢谢医生。”当晚，蒋宇豪和林秀芝轮流守在重症监护室外。凌晨时分，蒋宇豪接到肖雅琴的电话：“宇豪，你在哪？我一个人在家害怕。”电话那头，肖雅琴娇滴滴地说。蒋宇豪压低声音：“我爸突然住院了，我在医院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一个人睡不着。”肖雅琴撒娇道。蒋宇豪为难地说：“我爸情况不太好，我可能要在医院守几天。”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随即传来不满的声音：“你总是这样，说好要陪我的，现在又变卦，我肚子里还有我们的孩子呢。”蒋宇豪叹了口气：“雅琴，理解一下，我爸真的很危险。你爸不是有那个前儿媳妇照顾吗？干嘛非要你守着？”
萧雅琴不满地说。蒋宇豪被这话刺痛了。雅琴，那是我爸爸，好吧好吧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萧雅琴说完，挂断了电话。蒋宇豪揉了揉太阳穴，转身看到林秀芝站在不远处，不知道听到了多少。你回去吧，这里有我。林秀芝平静地说。蒋宇豪摇摇头，不用，我留下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蒋宇豪和林秀芝轮流照顾蒋父。蒋宇豪发现，尽管已经离婚，林秀芝对公公的照顾丝毫不减，甚至比以前更加细心。1周后，蒋父终于脱离危险，转入普通病房。爸，感觉好点了吗？蒋宇豪问道。蒋父虚弱地点点头，目光却在寻找什么。你在找秀芝吗？她去买午饭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蒋宇豪说。蒋父示意儿子靠近，艰难地说：宇豪，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。什么事，爸？蒋宇豪疑惑地问。蒋父从枕头下摸出一个信封，这里面有你需要知道的一切。蒋宇豪接过信封，打开一看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这不可能，他震惊地说。蒋父叹了口气，这是事实。我和你妈一直瞒着你，不想让你有心理负担，但现在你必须面对现实。蒋宇豪手中的医疗报告清楚地显示，他患有先天性无精症，无法自然生育。那雅琴肚子里的孩子，蒋宇豪声音颤抖，不可能是你的。蒋父肯定地说。就在这时，林秀芝推门而入，手里提着午餐。看到蒋宇豪脸色不对，他问道：怎么了？蒋宇豪没有回答，只是呆呆地看着手中的报告。蒋父对林秀芝说：秀芝，你带宇豪出去走走吧。林秀芝点点头，示意蒋宇豪跟他出去。医院花园里，蒋宇豪坐在长椅上，神情恍惚。你知道这件事吗？他突然问道。林秀芝点点头。爸爸告诉我了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蒋宇豪痛苦地问。林秀芝平静地说：这不是我该告诉你的。蒋宇豪突然站起来，我要去找雅琴问个清楚。林秀芝拉住他，冷静点，这样贸然去质问，对谁都不好。蒋宇豪甩开他的手，放开我，这是我的事。说完，他冲出医院，开车离去。林秀芝叹了口气，回到病房陪伴蒋父。晚上，蒋宇豪回到医院，脸色铁青，眼睛红肿，明显哭过。怎么样了？林秀芝问道。蒋宇豪苦笑，他承认了，孩子不是我的。他说他爱上了他前男友，但看中我的条件，所以……林秀芝没有说话，只是递给他一杯水。蒋宇豪接过水，突然说：秀芝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林秀芝摇摇头，已经过去了。我们可以复婚吗？蒋宇豪试探性地问。林秀芝看了他一眼，平静地说：不可能了，宇豪，有些事一旦做了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蒋宇豪沉默了许久，最终点点头，我明白了。第二天，蒋宇豪办理了萧雅琴的分手手续，独自回到了空荡荡的家。看着这个曾经充满温馨的房子，他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。1个月后，蒋父康复出院，林秀芝依然每天来照顾他，而蒋宇豪也比以前更加孝顺。爸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去买。蒋宇豪问道。蒋父摇摇头，不用了，秀芝已经准备好了。蒋宇豪看着忙碌的前妻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想起了12年前的那个春天，那个满怀憧憬嫁入蒋家的女孩，如今已经成长为一个坚强独立的女人。一天，蒋宇豪终于忍不住问道：秀芝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林秀芝放下手中的药盒，我准备开一家养老院，专门照顾失能老人。
蒋宇豪惊讶地问：“你有这个资金吗？”林秀芝微微一笑：“爸爸给了我一些帮助。”蒋宇豪这才知道，父亲早就为林秀芝做好了安排。他突然意识到，在这个家里，真正有远见的人是父亲，而他自己却是最愚蠢的那一个。3个月后，林秀芝的养老院正式开业。凭借着12年照顾蒋父积累的经验和真诚的服务态度，养老院很快就声名远播，入住率达到了100%。蒋宇豪站在养老院门口，看着忙碌的林秀芝，心中充满了敬佩和悔恨。他终于明白，自己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妻子，更是一个真正懂得什么是责任，什么是坚持的人。而就在这时，他收到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：林秀芝已经和一位来自省城的医生订婚了。那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男人，比林秀芝大5岁，是蒋父住院时的主治医生。两人在照顾病人的过程中相识，彼此欣赏对方的品格和能力。蒋宇豪终于明白，当初在民政局门口，林秀芝那个从容的笑容意味着什么。她不是因为绝望而放弃，而是因为看到了新的希望而释然。婚礼当天，蒋宇豪远远地看着林秀芝穿着白纱裙，挽着新郎的手臂，脸上洋溢着真正的幸福。那一刻，他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失去了才懂得珍惜。蒋父坐在轮椅上，慈祥地看着这一切，眼中含着欣慰的泪水。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好儿媳终于找到了属于她的幸福。多年后，当有人问起这段往事时，蒋宇豪总是苦笑着说：“我以为他离不开我，原来是我离不开他。12年的时光，他用来成长，我却用来堕落。当我醒悟时，他已经走得太远，再也回不来了。”而林秀芝则在新的人生道路上越走越远，她的养老院越办越好，成为了当地的标杆。她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所有人，真正的爱不是占有，而是成全；真正的坚强不是忍受，而是选择。夕阳西下，林秀芝牵着丈夫的手，推着蒋父在养老院的花园里散步。远山如黛，夕阳如血，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。她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曾经囚禁她12年的过去，如今已经成为她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。因为正是那段经历，让她学会了什么是坚持，什么是尊严，什么是真正的爱。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有些人注定是过客，有些经历注定是成长。林秀芝用12年的时间，从一个懵懂的女孩成长为一个智慧的女人，而这或许就是生活给她最好的礼物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